不一样的调查，不能说的也能答。新浪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宇宁，在一念关山中饰演宁远舟。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针对角色对刘宇宁进行一些千奇百怪的小调查。好呀，刘哥啊，这刘宇宁嘛，叫刘哥啊，他一看就是这个好朋友。刚开始逼你生孩子那场戏，算是剧中第一个小高潮。你当时当场来了段破音边缘的 rap， 在 rap 的时候，你的脸酸吗？给我们分享一下呗。现在是我出马的第7天，毒性最强的时候，不信你自己看。因为我们剧都是后期去配的音嘛，然后所以我那场戏是故意要配了一个破音，故意就是因为人在很急的情况下，你根本就不可能去管你自己声音的处理了，所以对脸是挺酸的，因为真的是因为你要对那个词非常的熟，你才能去把那个说得很快，而且有节奏变化。宁远舟和任如意谁的武力值更高？给六道堂兄弟们武力进行排行，我觉得谁的武力值更高，那一定是什么呢？对吧？任如意了，因为他从小就是训练这些东西，他就作为一个刺客来训练，这是他从小的一个吃饭的一个本事啊。当然，宁远舟的武功也不低，我觉得跟他拼一拼也能打个平手吧。宁远舟在六道堂的男团里面是的，是的，应该是第一的。刘宇宁右双若浊是吧？右双若浊被泼了，就又被泼了。宁远舟被泼梦回蒋俊豪，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此处省略1万字。导演，你们是商量好了吗？是必须走这个流程吗？对，那个朋友们看到那个剧里有一场是被如意泼水那个啊。是吧？泼水这个也很有难度啊，因为你水一泼完之后，那个头套直接就胶都开了，你又得修妆什么的，会花很多时间。所以那天要感谢我们对手演员老师泼得好，一次成功。宁远舟在第1集中牵着一口锅溜锅，还回眸与锅深情对视。在拍摄的时候是把锅当成 Demi 来演的吗？好 ，Demi 是我的小狗，他们以为就是因为最开始开场的时候感觉拖着那个锅。他以为说，哎，牵条狗的感觉，那锅是你的宠物。哎，当时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导演说，我说导演，我说第一场那个我的形容是我是一个火头军，我说你能不能就是叫道具老师给我找一口锅，就是这个锅背上之后呢，就在这个首先在角色上，它要更像一个火头军。就背的时候那个锅掉地上了，然后呢，我就拖着那个锅一直走嘛，因为宁远舟第一场戏就是表明了他很潇洒。我已经厌倦了朝堂这些事儿啊，这个我不欠大吴什么，就意思他要归隐了。但其实那个锅掉地上，他没舍得扔，其实就寓意他是放不下的，他是放不下这一切的。就是感觉你饰演的古装角色都是这种，就是精神上可能要这儿疯，要这儿晕。对，因为宁远舟这个角色呢，就是因为他其实大家从现在看到17集，你知道他是一个心中很有大义的一个人。当时我们那个导演选择角色的时候，他就想说，这个角色如果长得太像好人，就顺撇了。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演员身上有一些就是坏人的底子，就是你看起来就不太像好人，但是他又能塑造好人的一面那种感觉，所以他就选择了我嘛，所以我也蛮开心的啊，我也很喜欢这样的角色。会有压力，当然他是对我来说一定是前辈吧。演员前辈，第一是觉得可能怕没有，就是演的没有别人好，或者是怕拖人后腿嘛。那第二呢，我也会担心说，因为我确实是一个算是半路出家的一个演员，人家会不会对我有一个就是先入为主的一个感觉，说，哎，你个歌手来演戏，我会怕别人瞧不起我。对，但是人家没有，跟人合作之后发现，就是人家并没有，就特别好。特别真诚，然后呢也蛮愉快的合作。其实还是就是在拍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打破咱们固有的印象，就是他一直就是在我心里就是很优秀的一个演员老师。因为我们毕竟在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没有机会做演员的时候，我已经看过人家好多剧了。跟他合作过程当中，让我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就也不是说他以前冰冷啊。我没有说他以前冰冷，只是之前不了解人家，我认为人家是前辈，但是他给予我了一个就是让我那个踏实的感觉，非常感谢人家。对，就是您还记得，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小细节，觉得突然感觉好像就是他还蛮照顾人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我们在敦煌开机嘛，
那个敦煌那个时候就非常热，非常暴晒。那天晚上正好说收工比较早，我说我们我们说这个演员一块去吃个火锅。那在那个当时呢，就是我们有个群嘛，定地方嘛，我就想说，就是我跟他发地址，我说那个石老师，我们在这吃饭。然后他说我去买什么东西，你需要给你带点什么吗？我说我还真需要，你给我买点买一瓶防晒呗。然后呢，他结果给我买了3瓶防晒，不同品牌的，所以他也是就是还蛮热，就是很热心的一个人。所以从那之后，我觉得他非常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成为朋友了。那大家就是对于就是宁远舟这个评价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因为其实您出道很多年，一直都是扮演正面的。对，是的，会影响。你们再加把劲儿，真的是，你们再加把劲儿，我马上崩溃。我说了，我很爱这个角色，当我真的很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那个你不配爱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会很难受。我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你好像就是你看到天上下雪了，你在门口堆了一个雪人，堆了一个非常喜欢的雪人，但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会发现你的这个雪人头被人踢掉了，你会非常就觉得你用心做的一个东西，你知道被人伤害了那种感觉。大家觉得你还是一个比较坚强乐观的人，就是你给大家。我没有你们想象的坚强，但是又能如何呢？谁管你啊？所以我就只能坚强啊，因为好像你每想做成一件事，那个路上一定会布满了荆棘，你可能踏过这个荆棘之后，后面还有沼泽地呢。所以其实您现在已经就是快学会了这个踏出荆棘。学不会，就是硬爬，实话就是硬爬，那怎么办？不爬你就别干了，就这么简单啊。对，然后因为就是刘宇宁台词其实是上过热搜第一的，就是大家其实对您台词有特别大的一个。我跟你说，为什么上第一？是因为大家觉得应该大家认为那是个黑热搜，所以疯狂往里点。我当时就看了，我当时一估计刘宇宁台词，人想刘宇宁是歌手，他台词能行吗？他以前是个网红，他还东北人，他直播的时候全是口音，他那个台词能行吗？我跟你说，大家是认为他是黑热搜，所以他们疯狂往里点。哎，并不是对我的认可，我这个是很脑袋很清晰的。然后就是我们准备了一段台词，就是您能不能分别用丹东话和宁远舟的口吻来念一个？可以啊，当然先用丹东话说是吧？为君者当直歌爱民，为民者当安居乐业，这才是人间大道。你可以怕死，你可以逃，但如果你身陷暗国，我们这些人都活不了。这丹东话。说那个宁远舟的台词：为君者当止戈爱民，为民者当安居乐业，这才是人间大道。你可以怕死，你可以逃，但如果你身陷安国，我们这些人都活不了。所以杨颖，你要记得，没有后面没有了，对，因为他是对他不是一个落款。然后有网友说，就是刘宇宁大概是被流量误解最深的演员，你怎么看？不敢当，我哪有什么演员？我现在就是个新人演员，我觉得能够把一个我现在以我的能力能够及格的去完成一个角色，我觉得就已经是我这个得到大家一些认可，说刘宇宁你饰演这个角色你及格了，我就觉得是一个莫大的认可了啊，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流量和演员我觉得是不冲突的，因为很多非常棒的演员，戏非常好的演员，他们依然也很有流量。第一个问题是，经历了1周疲惫的工作，您迫切需要 A 一场社交活动，B 自己独处的时间。自己独处，就是不太喜欢跟大家在一块儿。不是，我都干了1周的时间了，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吧，我再出去跟人这 party 疯了那是。第二个问题是，和一群人 party 1天后，你通常会明天继续 ，B 就明需要独处回去，应该是 B 的。对，是的。如果您要被关在房间里5个小时，以下2者您会选择什么？A 和10个陌生人在一起，B 和一个不太熟的人在一起。不太熟的人，我对他有相对的了解，我会有一些安全感。我哪怕相处方式也好，或者是他能不能上来那个抽我嘴巴什么，这个我都有数心里。您的这个就是 MBTI 第一个字母非常明显是 I 人。啊。第二个是就第二个字母的感知方式为主。第一个问题是，您相信奥特曼存在吗？不相信，这样奥特曼的粉丝会不会打我？但是我相信他是一种，我觉得奥特曼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没有奥特曼这个事实存在？他明天过来上我家敲门，那应该是肯定是没有的。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人问您的理想，您会回答 A 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还是 B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最后一道题是，如果一匹马走进酒吧，您觉得他会说什么？一匹马走进酒吧，马会说给我。马会说什么？马会说话吗？马会说什么？您选的就是 A， 马不会说话。哦，对，那就说明您第二个
就是偏理性，对，所以您是 IS 前两个。IS 啊，好。如果你的朋友受伤了，你第一句问他的是，哎，你现在去医院了吗？还是 B，你现在还好吗？我会问他你受什么伤了？对，我会问你，比如说你是骨折了还是干嘛？对吧？那下一个那如果很严重就赶紧去医院呢。啊，那就是你选的是 A。啊。然后第二道题，如果您的朋友给您安利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您通常会 A 问朋友为什么你觉得好看 ，B 复合好好看。我内心是会问他为什么会觉得好看的，但是我表面上我会说啊挺好挺好的，我也看了，不错不错。如果你的朋友安利你这关山，有朋友问你这哪儿好看了，你怎么说？哪儿好看？你看了你就知道哪儿好看了，你这太好看了，你自己看完你再来问我啊。睡前您会花更多时间在 A 复盘今天哪些事能做得更好，还是 B 复盘今天说的话哪些是否给人造成了伤害 B。这个您会就是经常去想。对，因为我总直播嘛，我总直播，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因为直播和你像我们现在做采访是不一样的，采访我们可能说，你可以思考，你可以思考慢慢的说，但是直播的话，它不是对话，直播是我单方面的输出，我一直说，难免会有一些语言组织有漏洞的地方，然后呢就被人抓到这个东西，就会一直的去说你这个，然后或者更有甚至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哪句话说的不对，哪句话说的不好，不应该说，就是会是这样的啊。提示：您的手机通常是 A 是把每个 app 都整理到文件夹里，还是 B 就是凌乱放？随便放。所以我都会就你总用你就潜意识知道啊，这一页在这儿，那一页在这儿啊，这一页在这儿，对。然后第二提示：您知道一周过了现在这个时间自己要做什么吗？知道，在拍戏啊，因为我后面都在剧组里。然后最后一道题是：如果1周后要拍一场台上特别大的戏，您通常会 A 提前一天全部背完，还是 B 按照台词要每天背一部分？我会一次性背完，但是不敢说前一天背的100%。打个比方，这一段台词我知道啊，这场戏特别大的一个长篇幅的，就是我会提前去先，就是没事就会看一遍，然后呢，就是但一定要不能说我只看一段这样看，我都会提前看一遍，然后背一背哦。所以您的 MBTI 是 ISTP。对于宁远舟，我已经真的是，我觉得是在我那个时候当下付出所有的精力去能够完成的一件东西了。我没有一场戏是懈怠的，唯一的遗憾就是那个时候脸有点垮，没有让我说我这场戏我要重演，没有。当下我的能力能做到的地方，我已经做到极致的了。第二题是：您在剧中最喜欢的一个名场面是什么？那个任如意逼宁远舟生孩子那场戏，我会有一点不认识那个人，不认识宁远舟，我觉得他不是我刘宇宁，就他会有一些。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和那个感觉，他就是那场戏，他就该活在那个世界的一个人。我觉得我哪怕我现在去演，我也不会超过那个当时的那个表演了。问题是，周围朋友跟您讨论最终的一名场面是什么？我周围朋友没有细致的跟我讨论到单场，他都是说，哎，小宁啊，这个你们夷陵关山真好看呐，后面啥样？我说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不能剧透，但是后面会很好看哦。